我是律师孟新兰，原告方罔顾事实，诽谤我方当事人，我将起诉他们。全体起立。原告诉求不成立，被告无罪释放。有孟大律师帮我，就凭你也想赢我？为什么你作恶了还能逍遥法外？不愧是铁玫瑰啊，他经手的案子就没有不赢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师父不仅百战百胜，有时候还能把对面送进去。这次就多谢赵律师了，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徐董。师傅，请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小龙，这位是？师傅您忘了，这位是找我们辩护的徐天豪先生。原来是徐先生。你好。您送的项链我很喜欢。孟律师喜欢就好，不过我这次来是为犬子的案子，他今天下午就开庭了，还拜托孟律师一定要帮我儿子打赢这场官司。徐先生放心，距离下午开庭还有2小时，足够让我做好辩护的准备。好，只要您打赢这场官司，2000万立马打到您的账户上。好了，我要回趟办公室，把下午准备用的辩护材料拿过来。不用了，师傅，你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这些交给我。也好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咱们下午见。下午见。孟姐，这徐家虽说是荣城首富，但徐天豪父子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不该接他们的案子，太遭人记恨了。刘助理，我们身为律师，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是找我们的顾客，都应该一视同仁，尽其所能赢下官司。我知道了。妈，救命啊！我现在在 KTV， 有一群混混围着我们，周琦为了保护我，被他们打了。小雨，你等着，妈马上过来。小妞，脖子的项链哪来的？这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不可能！这项链是我爸去年从国外花2000万买回来的，本少绝不可能认错。先生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我妈说这条项链也就几万块钱。几万块钱？这项链是价值2000万的高定款，国内仅此一条。什么？这条项链价值2000万？先生，还请你不要没事找茬。我妈不可能送我一条几千万的项链，还请你让路。徐少，你打个电话给家里不就知道了？喂，是管家吗？是我，少爷，有什么吩咐？你去储藏室看一看，我爸他项链在家不？好的，少爷。不好了，少爷，项链不在了。听见了吗，小妞？敢偷老子的东西，你他妈胆子挺肥啊！我没有。哼，你没有，那不是你偷的，就是你妈偷的了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叫警察来。报什么警啊？你偷了我的东西，那就……救命！救命！小雨！阿奇，他们要抢我的项链，还要偷我的衣服。小雨别怕，有我在。别动，我他妈杀了你！徐少，还有你个臭三八！我的手机！住手！你这个贱女人，你自己偷徐少的东西就算了，你还让你的男人打徐少，你看我抽不出来你的嘴！妈，救命啊！我现在在 KTV， 有一群混混围着我们，
在荣城，没人敢动老子一根手指头！你他妈过夜的，给我接着打！不要，住手！我把项链给你们，你们放过他行不行？我可以放过他，不过你得陪我睡一觉。放开小雨，小雨不要！你们别太过分！你们殴打周琦，抢我项链，你们已经构成犯法了，我可以告你们！兄弟们，他说他要告我，我好怕呀！荣城从无败绩的金牌律师铁玫瑰，可是我们徐少的辩护律师，你告他，你拿什么告？铁玫瑰？铁玫瑰不是我妈吗？你妈，在路上随便遇到个女的都说是铁玫瑰的女儿，你当本少13岁小孩啊？我求你放我们去医院行不行？去什么医院？本少还没玩够，他刚刚打了我一拳，我要千倍百倍的还回来，给我接着打！不要，我求你们！住手！啊，妈，快把女婿给我放开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们现在所做的已经触犯了法律？要是再不松手的话，我就以律师的名义马上起诉你们！装的还挺像，怪不得你这个女儿拿你来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偷了老子的东西就该受到我的教训。老巫婆，你女儿偷了人家的东西，你的女婿还把徐少给打了，你说他们该不该打？我想这有误会。嗯，这条项链的确是我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。这项链是我爸拍卖回来的，就算送人也是送给大人物。你他妈送个什么东西？能掏出来3000万吗？你爸是徐天豪，不错，怕了吧？这其中有误会。我是孟欣兰。徐公子，这条项链的确是你爸送的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他是孟欣兰，这项链是我爸送的。他俩真不愧是母女，小的一句实话都不说，老的就死不要脸。孟欣兰可是我们荣城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也是你这种老骗子能碰瓷的。好，这个是律师证，这个总做不了假吧？你真是孟律师？把我女婿给放开！徐少，你可不能被他们给骗了，马上就要上庭了，孟欣兰这个时间应该在为你取证，怎么可能在这里？不错，孟律师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嘿，你个臭娘们儿，你搞个假证吓唬我是吧？妈，贱货！你们两个大骗子，差点把我们都唬住了。一个搞假证，一个偷项链，冒充律师，老子今天不教训你们，我徐少杰的脸往哪儿放？喂，爸。臭小子，马上开庭了，死哪儿去了？给我滚回来！我马上回来。小爷，我现在有急事儿，我就大发慈悲放你们一马。以后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哦，孟欣兰。撤。手机要是修不好，你们就给我等着吧。
徐少杰，你这个王八蛋！都是因为你，我女儿才跳楼成了植物人。我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都不让你好过。是你让瑶瑶成了植物人，我一定陪着伯母把你送进大牢，为她报仇。本少有铁玫瑰给我辩护，就凭你们也配赢啊？哼！铁玫瑰可是100%胜率的金牌律师，专替有钱人辩护。他们拿什么跟徐家斗？如果败诉，说不定他们还要被判诬告罪呢。不错，我还要反告，让你们尝尝什么是牢狱之灾。为什么这样的大律师要为这种人渣辩护？难道穷人就活该被有钱人欺负吗？哎呀，孟律师，你可算来了。少杰这次能不能胜诉，就全指望你了。少杰，干什么呢？冒冒失失的，还不赶紧跟孟律师打声招呼？你这次能不能免除牢狱之灾，可就全靠孟律师照顾了。这不用了。孟律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嫌钱少了，还是有其他什么要求？你尽管提。你们的官司，我不想接。我是绝对不会再帮你。孟新兰，我徐天豪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你，我儿子的官司就全指望你了，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背叛我呢？得没得罪，你得问问你这个好儿子，他做了什么？难道要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？那才叫得罪吗？小畜生，你到底怎么得罪孟女士的，让她能连2000万都不要了？我把他还有他全家给打了一顿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爸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我吧，爸！罢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已经跟他结仇了，只能换辩护律师了。老子就不相信，没有你孟新兰，这事儿就成不了了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这一次的援助律师。孟律师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不是直接……我是个律师，委托人在我这里不分高低贵贱。我是因为看到了徐少杰罪孽深重，所以才愿意无偿的援助你们。太好了，谢谢孟律师，谢谢。爸，我这律师还没来，我这怎么办？我这输定了呀，爸！等一下。小楼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我接下的这桩案子了。您不守职业道德，临时反水，就不能我来临时救场吗？还好我留了一手，不然这个臭女人临阵反水，你可就真完了。这家伙不是孟新兰的徒弟吗？爸，你老糊涂，他也配跟他师傅打擂台吗？要是寻常案子，他是对付不了他师傅，可如果他手里握着孟新兰为此案准备好的辩护材料，师傅，这可是2000万，您清高不缺钱，可是我缺钱的很呐。师傅不是不愿意你赚钱，只是你现在对律法还钻研的不够透彻，二来又要给我打擂，你是没有胜算的。谁说没有？多亏了你给我准备的辩护材料，只要按照您的思路，这一战
我必胜，而且我还可以踩着您自立门户，扬名立万。因为临时变换委托人，没来得及准备材料，我才突然变卦，准备让徐家父子因为找不到律师而输掉这一局。没想到，我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很久了。之前你一直踩着我，不让我接案子，这次庭审就是我踩着你上位的开始。这些年你的一切，车子、房子，我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到头来却养出了你这个白眼狼？那些东西算个屁！你每个月几百上千万的赚着，给我开几千块的工资，这次我就要打败你的不败神话。那就来吧！全场肃静，双方律师已就位，我宣布正式开庭。被告律师，是否有证据证明被告无罪？当然有。我认为原告控告我的当事人强奸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大家请看屏幕。从聊天记录中可知，原告与我的当事人本就相识，所以才会受邀去酒吧。从酒吧监控就可以看出，原告被我的当事人带走的时候，并没有任何反抗，这足以说明这只不过是正常男女的一夜情，两厢情愿。你胡说！我女儿向来洁身自好，从来不在外面过夜。他俩要是两厢情愿，我女儿怎么会去跳楼呢？那天是我陪瑶瑶去见网友，但是没喝多少酒，我就醉倒了。醒来后就发现瑶瑶不见了，这分明就是徐少杰下的药。这赵小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绝对是他下的药诱奸的女孩。把人家女孩害成这样，绝对不能让她逍遥法外。污蔑，绝对的污蔑！如果你的女儿真的这么单纯，她又怎么可能去酒吧呢？当婊子还要立牌坊？你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指证我的当事人强奸呢？在我看来啊，这不过是原告想要勒索我的当事人更多钱不成，勒索之下意外坠楼。满口都是污蔑，你也配当律师？你这个王八蛋！你颠倒黑白，污蔑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肃静。被告律师有理有据，原告倘若再无新的证据辩驳，本次二审将判原告败诉。孟律师，我求求你帮帮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孟律师，阿瑶被这个畜生诱奸后，跳楼摔成了植物人。只有你能为我们讨回公道了。哼，难啊！我的证据严重缺乏，再加上接手案件的时间极其短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搜集证据。是吧？在你自己准备的材料面前，你自己也束手无策是吧？孟新兰，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代价。如今你证据不足，只有败诉一条路。没有了不败神话200万，老子请你都嫌多。我女儿明明是被你们害的，你们还有脸说是我女儿的错？这孙瑶可是自己去的酒吧，她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这床也上了，钱也收了，还想勒索我的当事人一笔？哼，下贱！没错，这女孩她自己给脸不要脸，她跳楼关老子屁事儿！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你！肃静！谁再敢在法庭上闹事，将会判定自动败诉，同时移交司法部门。师傅，我劝你还是不要逞强了，就你手里那点证据，是不足以指控我的当事人的。我身为律师，接受了委托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更何况，你凭什么那么肯定我就一定会输？半路开香槟，也只能徒增笑料吧。孟律师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孟律师，你可是律师界的不败神话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打败你徒弟的。
赵小龙，别得意的太早了。梦姐，我把证据给你带来了。这不是我的手机吗？怎么在他那？刘助理，交给你个任务。这里面有什么？那会儿孙瑶被带去酒店，我也在。手机里是徐少，让我帮他拍了视频。啊！废物！完了，梦姐，不辱使命。还好有你，审判长，我方已得到原告被暴力侵犯的手机视频，请求播放。允许播放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！放了你，放了你，我今晚上吃什么呀？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 P 的，你们没办法证明这个视频的真实性。对，这视频是 P 的，你看它里面连我的脸都没有，凭什么是我呀？这是 P 的。哼，是吗？方小姐，你是视频的记录者，相信什么都知道。你告诉大家，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小丫头，你想想再说。方言，你快说呀，这视频是假的。方言，你已经是同伙了，是必定要受到法律制裁。坦白从宽，还能从轻量刑，否则故意杀人，这可是要判处死刑的。我说，视频是真的，是徐少爷指使我的，我也是被胁迫的呀。我女儿的下场，原来都是你害的！我杀了你这个畜生！你胡说！不是我。审判长，结合聊天记录和相关视频，足以证明徐少杰已经构成强奸罪、故意杀人罪。我请求立即下判决。被告律师，可还有新的证据？赵律师，你快反驳呀！赵律师，你要是救不了我儿子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为什么明明拿到你所有的材料，还是斗不过你？因为你从心底根本就没有尊重法律，也没有将法律和道德之间分清界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熟读所有法律条文，我怎么可能不如你？因为法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纸条文。律师在分析案件，除了为当事人争取优势，还要在案件性质、当事人人品、社会公德上多重考量。我准备的材料的确能让我万劫不复，但你只知道沿从我的思路，钻法律空子来谋取私利，又怎么能赢得了我？事实确凿，合情合理，被告方无言以对。我宣布，本案原告胜诉。徐少杰犯故意强奸罪、杀人罪、诬告罪，罪名成立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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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王律师，王律师，不要杀我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这个臭娘们儿，你害了我儿子！如果我儿子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住口！谁允许你当庭威胁原告律师？
小雨，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是什么好日子吗？妈，是为了庆祝您打赢了官司，不仅替我们出了气，还拯救了孙瑶一家。是啊，妈，徐家作恶多端，还是你替平民老百姓出了头呢。我和小雨啊，有你这个妈，真感到自豪。我身为律师，替雇主讨公道是我的责任，有什么值得感谢的？妈，那您就当是女儿想做道菜给您尝尝。啊，请问是孟新兰女士家吗？是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孟律师涉嫌在多年前的一桩案件里做假证。孟律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，我妈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。怎么不可能？你以为她又是什么好东西？哼！孟新兰，你这个贱女人，你害死我儿子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好过。王八蛋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这个官司怎么会一败涂地？我要宰了你！徐总，你饶了我吧，我这是来将功补过来了。现在我在外面人人喊打，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呐。哼，你能有什么好办法？说来听听。你看，孟新兰这些年一直在给有钱人打官司，他在外面的仇人可不少啊。只需要这样之后再这样，让他联系他们之后的事情。哦，好，那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如果再出差错，杀了你！您放心，我保证让他身败名裂。小龙，你还来这里做什么？哼，当然是送师傅您去警察局了。就算是我要配合调查，也得把事情给我说清楚。我什么时候配合人做假证了？师傅，您的记性还真是差。9年前您在一桩案件里害死了人，现在人家找你算账来了。9年前？难道是……赵小龙，你少污蔑我妈！我看你是输了官司，心里不爽，特意跑到这儿来闹事儿的吧？不错，像他这样欺师灭祖的人，能有什么好主意？你好，我不是东西，但是如果你妈没有犯错的话，我又怎么能揪着她的小辫子呢？至于犯没犯罪，问警察同志吧。他说的没错，孟新兰，9年前的案件里，你涉嫌收受贿赂，替雇主做伪证，家属已经提交了诉讼，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难道是9年前那个做会计的小姑？您终于想起来了啊！对了，您好像还收了徐总一条项链，贿赂罪坐实了吧？没有，那条项链已经被徐少杰拿走了。你休想污蔑我妈！没错，那条项链是徐天豪送给妈的。这样说的话，徐少杰还有一桩当街抢劫罪没跟他算呢。行，你们也别把我想得太坏了。我毕竟跟你母亲是师徒一场，如果你的母亲没有犯法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害我的恩师呢？哼！狗律师，你少在这放屁！徐家父子猪狗不如，你以为你算什么好东西啊？你连师傅都能背叛，装什么好人？也就是和平年代救了你，要是放在几10年前，你就是个大汉奸，拉出去枪毙100回都不为过。你们，警察同志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他们诽谤我，他们诽谤我。好了，有什么话到所里说吧。妈，没事，小雨，是徐天豪在报复我。请吧。孟姐，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只有10分钟时间。
梦姐，事情经过我都已经了解了。9年前那个案子已经完结了，是徐天豪和赵小龙从中捣乱，目的就是为了打败你。我早就预料到有这一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那么多妇人打赢官司，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恨之入骨。这都是因果报应啊！不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要不是你，荣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蒙受着冤屈呢。梦姐，荣城不少律师因为受到了徐家威胁，都不敢接您的案子。这群混蛋，作为律师一点骨气都没有。别这么说，小齐，不是谁都能惹得了徐家。人家总不能为了救我而搭上自己的前途。刘助理，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还记得9年前的一个财务贪污案吗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会计，因为贪污了1000万，被判处了死刑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她当时是因为承认了犯罪事实，被判处了死刑，但她母亲一直认为她的女儿是无辜的。赵小龙就是声称从她母亲那里得到了有力证据。我不相信，我妈怎么可能犯罪？她哪来的证据？一定是陷害。我们都清楚梦姐的为人，可现在办案讲的是证据，现在情况对我们不利。梦姐放心，哪怕没有人愿意帮忙，我来做你的辩护律师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帮你打赢这场官司。还我女儿！这里是法院，不许你乱来。孟新兰，这些年你钻法律漏洞，帮多少有钱人脱罪，害死了多少人，现在罪有应得了吧？赚这种黑心钱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是你逼死了我女儿，你还我女儿！孟律师，你救救我！孟律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孟律师，救救我！我是被告的律师，而你是伪造案、原告的受害者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有利，可你为什么突然……不，我要是赢了官司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家人的。求求你帮帮我！我妈昨天差点就被撞了，求求你，孟律师，我可以认下所有罪名，求你帮帮我，孟律师。你就是个刽子手！我女儿被判刑的时候，她才20岁啊！你可曾听见我女儿在喊冤呢？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当年就是因为你伪造证据，才害他的女儿被误判了死刑，至今还死不瞑目呢。胡说！我妈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，她是无辜的。哼，孟大律师的无辜是用无数人的血书写而成的吧？这些年你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，伪造了多少证据，现在引起众怒了。老师，您这次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这都快开庭了，刘助理怎么还没来？哼！孟新兰违规从业一案，现在开庭。孟新兰，你的辩护律师好像离你而去了，你的人缘真够差的。你胡说！现在确认人员。被告律师刘助理是否到场？审判长，刘助理正在来的路上，马上就到。我女儿就是被他给逼死的，还我一个公道！这样的恶魔就是该众叛亲离。对，孟新兰罪有应得。连辩护律师都没有，孟新兰，这次你输定了。妈平时对刘助理也不薄啊，她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小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怪他。如果这是我助纣为虐的报应，
我甘愿接受惩罚。现在倒计时10秒，若被告律师还未到庭，本庭将直接开庭。肯定是不能来了，这种人啊，就该众叛亲离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倒计时结束。被告辩护律师到。你怎么？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正义，孟新兰在律政界的名声谁不知道？为了赚点黑心钱毫无底线，就这样的人，你说他正义？孟律师的为人，我是最清楚的。我跟在他身边，是他教会我，法律是维护弱者的利剑，而不是权贵的庇护伞。呸！你别被他给骗了。就是他，孟新兰害死了我女儿。我女儿死的有多冤？这些年我就靠着申冤这股劲才活下来。我一定要让他偿命。对不起。装什么可怜？什么铁玫瑰，就是有钱人的走狗。拿普通百姓当挡箭牌，孟新兰真恶心。我妈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连他本人都承认了，还谈什么误会？刘助理，不，刘律师，我劝你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如果他不行，那我们呢？被告辩护律师胡强国，被告辩护律师方天爱，被告辩护律师李子浩。辩护律师以荣城3大律所领衔，也连同66名独立律师，自愿组成被告辩护团，全部到场。胡律师，你跟孟新兰明明是死敌，怎么还帮他辩护？我和孟新兰律师虽曾为不同委托人辩护，立场相悖，但绝无私仇。法律人只忠于真相。孟新兰坚守底线的为人，圈内人有目共睹。不可能，你们一定是被孟新兰给收买了。大家容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专攻经济犯罪的胡强国律师，曾经为13起冤案翻案。这位是荣城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方天爱律师，让30多个贪官伏法。这位是荣城顶尖事务所的李子浩律师，为无数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。这简直就是庭史上最震撼的反转。孟新兰这种毒瘤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律师愿意为他出庭辩护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他们肯定被收买了。不对，这个胡强国律师我知道，他曾因揭示司法体系不全，被人拿刀都没有屈服，他不可能被收买。刘助理，他们是你请来的吗？不是，荣城的其他律师早就被徐家收买了。我原本以为今天来这里要孤军奋战，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，方天爱律师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孟律师，官司可以输，但正义不能输。”没错，我们是自发为孟律师辩护的。不可能，孟新兰就是律政界的毒瘤。9年前，为了冤枉李芳，不惜做伪证，暴力胁迫，导致冤枉的李芳最后判了死刑。不可能，妈，你快说话呀！孟新兰的存在简直是侮辱律政界的清誉，这种藐视法律、有辱社会公序的毒瘤，我建议依法严惩。没错，道貌岸然的败类，为了钱连良心都不要了。孟新兰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。再喧哗者将立刻逐出法庭。被告律师陈述：这件事情我知道，当年的案子存在一定的疑点，孟新兰律师是被冤枉的。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！现在的孟新兰威逼利诱、伪造证据的罪行罄竹难书，
孟律师当时为了这个案子付出了那么多，他自己也深受其害，怎么可能会是你口中的恶人？作秀罢了，捍卫证据不过是作为律师的基本操守，而不是逃脱罪罚的免死金牌。你难道不知道，他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，曾经收到过多少封恐吓信，甚至被人跟踪？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追求的真相啊！哼，编故事谁不会？别拿那些东西糊弄人。他这些年肆意妄为，制造伪证，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孟新兰害死了我女儿，她休想逍遥法外。不，我妈不是那样的人。审判长大人，办案是讲究证据，现在我方有新的证据提供。这个是受害人李芳的亲笔遗书。亲笔遗书，我要求公示，以奠定孟律师的罪行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可能会有受害者的遗书？孟新兰，遗书都出来了，赶紧下地狱吧！拆迁款拖欠案，还伤了工人。孟新兰，早点认罪吧！你这种人都能逃脱，法律尊严何在？孟新兰，你这个恶魔，你还我女儿！你还我女儿！审判长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就是当年会计伪造案李芳的母亲苗翠花。苗翠花，请陈述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当时官司快赢了，可是我女儿当休庭的时候，跟这个恶魔出去见了一面，回来就反口认罪了。可怜的浑身上下都是伤，他一定是被威胁，迫不得已才认罪的。就是他逼死了我女儿。你这个恶魔！不，孟律师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这群眼瞎的，我女儿死不瞑目，你还在帮着这个恶魔说话。我是当年会计李芳案原告律师的助理李子浩，当年这起案件我全程参与其中。孟新兰律师不可能伪造假证。怎么不可能？正如我方当事人苗翠花所说，当年孟律师为了帮自己的委托人脱罪，不惜伪造证据，暴力胁迫，致使原告被误判成死刑。这封遗书就是铁证。我女儿冤枉，她不该死！快把孟新兰这个恶魔判死刑，快出去枪毙！判死刑！枪毙！枪毙！拉住枪毙！判死刑！枪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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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判死刑！枪毙！枪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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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肃静！法庭之上容不得放肆，若再有扰乱秩序者，立刻驱离。孟新兰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？那些年，我的确犯了错。就是他犯的错。你们都听到了，他自己也承认了。你们还要帮他辩驳吗？孟新兰律师当年确实犯了错，可他错的不是犯法，而是对法不够自信，空口无凭。法庭是讲究证据的，除非你们能拿出合适的物证推翻我的辩论。审判长，我请求传唤新的人证。同意。传证人。我是李芳的同事王倩倩。9年前，她突然改口供，是因为贾老板拿她母亲的性命做威胁，她实在是迫不得已，所以写下了这封遗书。当时是我开车带她去的法院，不放心，所以拿手机录下了所有视频。谢谢你为孟律师出庭作证，接下来交给我们吧。这里面记录了我的当事人和李芳在案发当天的一段对话，我要求当庭播放这段视频。怎么可能刚好有那天的视频？视频真实，允许播放。女儿，我的女儿。
孟律师啊，你看看你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我是被告的律师，我知道你没挪用公款，而那些工人也是不小心坠楼身亡的，你不应该去顶罪的。不，我必须承认，孟律师，我必须承认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妈的，孟律师，你不知道他们那帮人有多狠啊！孟律师，我知道你是10年前贪污贿赂案的律师，你应该懂我的感触啊，孟律师。只要我认罪，他们就会放过我妈的。孟律师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孟律师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吧，孟律师。原来你认罪都是为了妈妈。不对啊，可是我女儿满身是伤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芳她确实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她身上的伤是建筑公司的贾老板报复所致，他为了掩盖财务造假，对她拘禁殴打，又雇人开车撞向你。李芳是为了保护你，所以才……女儿，都是我害了你。他当时求我帮他认罪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立场来作为他的律师辩护。这才酿成了这场悲剧。经调查，该公司存在严重的暴力殴打、财务犯罪、收受贿赂，严重的坑害了工人的血汗钱。我这里的报纸可以佐证这一切。这只能证明他心虚，对，他心虚，他向不法者妥协，良心不安，但是依旧掩盖不了他是个助纣为虐的恶魔。助纣为虐？你们口中的恶魔，早在10年前就向监管部门实名举报了这家涉案公司。这是他留存的财务报表，这些年孟律师一直在背后默默坚守正义，法网恢恢，正义不输。孟律师，这应该是您最大的期盼吧？审判长大人，被告提供的证据来源不明，与本案证据链脱节，我恳求停止这种混淆视听的行为。原告要求合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孟律师近10年来帮助贫困人士的汇款记录，累计金额达3亿5千万。什么？荣成慈善基金会大家知道吗？他的创始人正是孟律师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恶人呢？对啊，居然这么多，怎么可能是恶人呢？审判长，我作证，我妈这些年过得一直特别节省，连包都舍不得买。原来她是把这些所有的钱都捐给别人了。作为孟律师的助理，竟然都不知道孟律师将这么多年的律师费都用在了慈善上，难怪他过得如此清贫。做慈善就能抵消罪行吗？不对啊，我记得捐款人叫孟青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孟青，我妈的原名就叫孟青。审判长，从小我妈带我东躲西藏，从来没有告诉我原因，原来是她自己默默扛下了这些。这不过是她为了收买人心的障眼法。她这么多年下来，接了多少冤假错案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没错，我爸因讨要拆迁款而被打成重伤，而罪魁祸首的被告律师就是孟兴兰。黑心律师就该死。你看看，老师，有多少人痛恨于你？接受正义的审判吧。血口喷人，我妈不是那样的人。肃静！你们都误会孟律师了。这事儿要从15年前的高考提名案说起。高考提名案是林小满的那个案子，状元成绩被镇长儿子顶替，林小满的爸去讨要说法，反而被关了2个月。我记得当时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，当时镇长勾结地痞威胁林家，林小满当庭拿出证据，拿出镇长收受贿赂和替考协议。我记得当时
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合规，直到一个新人律师的出现。没错，他顶着推翻以往公信力的压力，逼着检方重新调查，最终林小满恢复学籍，还让该涉案官员全部落马，推动了司法改革。那位律师正是孟新兰。是当年高考逆侠，辩护人是孟新兰。那是他初出茅庐接手的第一个案子，凭此成名，却遭到了黑恶势力的追杀。孟律师因此隐姓埋名多年，所以大家只知道孟青，而不知道孟新兰。难怪小时候搬家总有人砸门。小雨，对不起，都怪妈妈，才让你小小年纪就跟着妈妈四处奔波，让你小小年纪就跟着妈妈担惊受怕。也怪妈妈，我当年太天真，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对抗黑暗。妈，我不怪你。妈，你是我的英雄，为正义而战的英雄。直到10多年前，国家打黑除恶见效，孟律师才重返律界。如果这样的人都不配正义，在场的所有人，谁敢称正义？他看似周旋于富商权贵之间，实际是用正义的力量守护光明。正义有的时候需要隐忍，孟律师就像是黑暗中一把生锈的刀，钝，但却永远指向公平。我是不是冤枉他了？之前的正义能代表什么？人心是会变的。现在他接的哪一桩案件不是为虎作伥，不是踩着受害者的血泪上岸的吗？孟新兰，我爸因讨要拆迁款而被打成重伤，是不是你接收了荣城开发商李多海的委托？反对，这与本案无关。怎么就无关了？这个拆迁案恰恰说明了孟大律师的黑暗。反对无效。不是的，当初拆迁拖欠案，李多海曾发话，花50万买他们的命，也比赔钱划算。我答应辩护，不是为了帮李多海脱罪，而是想拖延时间。这些都是你的狡辩罢了。先让工人拿到部分赔偿，同时暗中收集证据，只有这样，那些威胁才不会落到工人身上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李多海在开庭之前打伤了你的父亲钟大海。我不信你有这么好心，这只不过是农夫与蛇。审判长，孟律师他把官司的代理费全部给了工人的家属，他甚至自掏腰包垫付医药费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刘助理，你把这钱交给那些工人。孟姐，你怎么不亲自交给他们？刘助理，他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些钱。如果能用我的名声来换他们平安，那就让所有人都误会我吧。这是孟律师那天在车上跟我说的话。刘助理，黑恶势力不会因为一场败诉就善罢甘休，只有让他们觉得我是自己人，才能从内部瓦解他们。名声算什么？能护住这些工人的命，才是当前要紧的事。你说他跟你演农夫与蛇，可他明明把自己当诱饵，引得毒蛇往陷阱里钻。孟青兰真是无辜的，这些工人也不是他害的，他自己也刚从泥潭中走出来，身不由己啊。白白被诬陷这么多年，还不为自己解释一句，是我错怪了他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如今事实都摆在你眼前，你还不愿意相信？真的是一叶障目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怪你们，你们只是被人利用。孟律师的人品有目共睹，倒是你才是那个忘恩负义、恶意污蔑的小人。这么多年，我起早贪黑，辛辛苦苦，你经历的每一个案子，贪污案、拆迁补偿案、韩氏兄弟涉黑案，有哪一件请过我做辩护？我要的是像你一样站在闪光灯下，
而不是在你背后做一个傀儡。你母亲生病，我请来了脑科医生为你母亲治病，为你弟弟交了学费，待你如亲生儿子养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！你给我的车子、房子都是他妈的施舍，众人只知道鼎鼎大名的孟大律师，谁知道我的存在？你狼心狗肺！孟律师特意从底层把你提拔上来，有多少人挤破头想当孟律师的弟子，可是他都拒绝了，只有你一个弟子，这样你都不满足吗？我不让你参与大案，是担心你经验不足遭人算计，我一直在等你沉淀起来。这些恶人实在是可恶。审判长，这些还不能证明我妈是清白的吗？她应该被无罪释放。他从业这么多年，我就不信每一个案件他都是无辜的。是吗？审判长，我方有新的证据要补充。我也有新的证据要补充。我也有。我也有。这样一位严于律己、守护正义的律师，难道还应该被蒙受冤屈吗？种种证据显示，我方当事人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，被控证明不成立。而被告律师赵小龙联合外人捏造虚假证据，严重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法定纪律。我要求严惩赵小龙，捍卫司法公平正义。严惩赵小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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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我宣布审判结果，全体起立。被告孟新兰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好，原告赵小龙犯诬告陷害罪，情节恶劣，吊销律师资格证，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好，什么？这都没弄死他。这个赵小龙就是个废物。许天豪啊，两位警官同志，这是怎么了？许天豪，赵小龙已如实供述，你涉嫌贪污罪、贿赂罪、诬告陷害罪，现将你依法逮捕，请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都是被冤枉的，是冤枉。带走。警察同志，我冤枉啊！孟姐，赵小龙欺师灭祖，还联合徐天豪陷害你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法律是规范人的底线，律师是执法先锋，所有负了法律的人终会付出代价。妈，您这些年一直被误解，是什么力量让您一直坚守正义？法永远不会向不法低头。